第一次看这部电影，豆瓣评分是5.6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是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。对于那些还没有得分的人，你可以这样做。目前参与打分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，但是现在的豆瓣平台，不管你有没有见过，都可以参与。一些黑粉也多的当红流量明星，往往也会被一些黑粉刻意给1颗星。豆瓣对国产剧的要求更高一些，尤其是古装剧。5分是及格，但4分基本不够好。沉香不完美，但应该是6左右吧。当然这几天豆瓣的可信度越来越低了，追个剧觉得还不错。有的人不看剧，觉得又是一个蹩脚的比喻，女主又傻又甜什么的。但是这个真的不是。男主一直很清醒，应远和唐周都没有被女主弄糊涂。男主和女主之间是一开始就不能谈恋爱的天道。如此清醒的品茶行家型主角实在难得，这怎么能叫套路呢？女主言谈也不是傻白甜，甜而不腻，有小爱，也有大图。公司将用自己的根基来修复圣殿，也会为在创造之战中死去的人们谱写折叠剧。在接下来的故事中，燕檀的成长更加明显。仙界的安宁应该由猿来守护，而应该由他来守护银元的安宁。神香的服饰也值得称赞，天涯和天宫的设定很美。它古老而充满中国古代气息，人间很多地方都是在新疆取景的。评分不高有几个原因：从天界到人界存在的太强了，死活，这导致了许多抱怨，还有许多人因为它而放弃了这部剧。明明是女3，比女2更有戏，衣着也更加艳丽。凡人的故事情节有许多明显的问题。寻找文物的几个副本拍摄得太平淡，根本没有突出应该存在的紧张和兴奋。比如皇城除魔，所谓的异象，如果拍得好，本可以有那种悬疑的风格，但戏就是无聊。有些剪辑也有点乱，让观众百思不得其解。应该突出的地方被略过，比如应远在凡间失忆的原因，根本就没有拍下来。这也不是新疆剧的问题，现在的古木偶剧质量已经跟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。小时候古装戏还不算太古木偶，爱情只是次要的，亲情友情很多，格局比现在大。主角和配角都被刻画的有血有肉，题材多样，主角多为普通人，比如《仙剑》《古剑》《水月洞》《小鱼无花》等大作。如今古人甚至比那个时代少了几分韵味，只有不朽，没有侠义。当然沉香宠花下半部的剧情比上半部好很多，剧中没有多余的配角，剧情回归主线，21集紧张刺激。好在这部剧的主角是杨紫和程毅。假设你改变了英雄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持续的影响。我相信陈翔重华改得很好，没有分数的小伙伴可以给出他们认为相关的分数。02。不得不承认肖战的惊人表现，踩脚踢的标准太高了，现在谁也达不到。还没有到年底，内娱又一次进入了备货时间。其实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写过重新建立赛道标准，肖战逃不掉的图文。尽管没有得到太多的开放，但他实际上赢得了无数网友的认可。一个不被业务偏向的流量专业替补，一个不被专家偏向的非本科生，一个不被大盘偏向的老牌菜鸟，凭什么留在节目中有几个作品名称的圆圈？每个人都把变成下面的肖战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标准，但我不知道记录的创造者和记录的保持者是相辅相成的。压倒性的执行力需要说服肖战。我觉得肖战再也不能用顶流来概括他所传达的巨大流量了。作品播出，剧目不公开，演出不公开的3无人员近来备受瞩目。只有博主才能快速评估国产节目的后遗症，但肖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单凭这些照片，就足以说明肖战的实力，以及他在影视剧市场的实力。无论是长篇还是当下，优雅还是网络直播，个人还是相关剧集，白纸、微博、Detaving 指数，哪条轨道不能远离？依然是肖战。
从2019年至2022年艺人 V 破90的感悟来看，肖战的3部作品都在破败中，但另外定位第一《陈情令》、《斗罗大陆请多多指教我的人生》这3部作品同样是肖战爆款后的3个阶段，每部作品都肯定了交通时间的变化。2022年短短17天播出的《余生》，肖战凭借顾伟的工作赢了18天，自己的纪录破9个，占比106%，而且赢了多个。一个作品可以说是业力，一个作品可以说是爆后的粉丝支持，一个混血儿在几部作品中，每一部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在肖战身上，说不定他可以利用这种压倒性的信息来展示真实的展览，并被说服。作品由精英执行规范审查。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，我需要说明的是，肖战的作品在传播的时候，商家给他们提供了超越常规个人准则的审查规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部被扼杀了很久的老作品，在无数的节目中闲逛，穷人被扼杀，巨大的创作、巨大的 IP 是可行的。从这里开始看，艺人的实力是不是更需要了？我接受很多人回忆起3年前的都市情感节目《请忠告你直到生命的尽头》之后的战斗。前2集配合滔天的热搜，在更新部分完成前，又加入了我的余生为什么没有引爆的热搜。我没有和同时期的高手对战，但战斗中的对手比同阶段的工匠在同一个舞台上的竞争更加有限，而不是在1年中较冷的时间游览中。作为2位年轻的驾驶艺人，如果按照外媒的说法，都市情感符号聚集的人群是年轻人，那么对于3月份发行的《余生》来说，时间表并不令人敬畏。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时候传达的《余生》的冲突。打斗是天下、钟声加大华加演员的套路让人印象深刻，另外还有2台大众大华联播。新之家和余生精彩演绎，创作者的小说 IP 在当时被视为理想的行业标杆。果然，卓越要靠同行来衬托。那个时候绞尽脑汁去踩、嘲讽，和国产剧《天下新家》相提并论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是同时播出的剧。但我毫不犹豫地将中国、日本、泰国、韩国的所有偶像剧市场与余生相提并论，认为这部剧不如那些剧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意识到当时对肖战的要求是多么的高，而现在要达到是多么的困难。03，诚意绝世大戏来了，女主就是观众所期待的，她还要熬夜。现在的电视剧种类很多，每年暑假停不下来也是一种习惯。有必要播出一部童话剧，让小伙伴们在甜蜜残酷的剧情中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。受剧情影响，炎热的夏天在童话剧的陪伴下不再炎热。当一些观众认为仙侠剧的剧情老套、不值一提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一如既往的喜欢仙侠剧，每年暑假都要追一部仙侠剧。伤心。程毅在电视剧《琉璃》中的独特演技为更多年轻人所熟知。很多小伙伴第一次看到司凤的时候都惊呆了，他们被程毅饰演的司凤深深吸引。一些细心的朋友数了数，司凤吐了几10次血。电视剧《琉璃》成功拉高了程毅的人气，让他成为更多朋友喜欢的艺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程毅的广播越来越多。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，程毅的演技在不断的提高。他的演绎手法更加细致，眼神和动作更加到位。目前，程毅的新剧《莲花塔》将于2022年6月开拍，喜欢程毅古装剧的朋友有福利。很多朋友对杨紫主演的《家有儿女》并不陌生。杨紫出演这部剧的时候还是个孩子。随着这部剧的热播，杨紫也成为了观众喜欢的童星。虽然很多童星会逐渐变得沉闷，但杨紫已经成功从童星转型为女演员。过程艰辛，但结果喜人。近年来，从杨紫的新剧播出和观众对这些剧的喜爱来看，杨紫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，她也在努力成为更完美的自己。她属于王府一类的女演员，与她合作的电视剧《亲爱的爱人》的李现在节目热播后被观众称为现任男友。她和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请多多关照》自播出以来热度持续攀升，好评如潮。
杨紫主演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将于2022年3月开拍，稍后将在腾讯视频播出。这部剧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。沉香木屑，程毅、杨紫合拍的电视剧《沉香如粉》终于在优酷播出。这部剧的播出方式分为2部分，重话已更新1集。对于喜欢仙侠剧的人来说，这部剧值得熬夜追剧。早在程毅因琉璃成名的时候，就有朋友期待程毅和杨紫合作一部剧。这一次程毅和杨紫的合作满足了这些小伙伴的要求。除了2人的合作，这部剧在服装道具和特效方面也非常用心。剧中的古装道具感觉不便宜，看大制作剧的感觉就是道具精心打扮，特效炫酷。除了杨紫和程毅，由张睿、孟子义、朱永腾、许开宇、李新泽、韩成宇、傅方军主演，这部剧阵容强大。综上所述，这部剧真的很值得熬夜追剧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更新太慢了。你看过这个节目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感谢您的关注和转发。